Hey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In here, I'm gonna help you to know yourself, to see yourself, to untie your muscle, to unlock your joy, to free your body. 哎，脑子还好吧？什么天天擦边博主，我擦了没有呀？我好好的分享正经的拉伸知识，正经纠正性训练，正经的一些损伤预防知识，干嘛评论区里面天天讲我擦边？我擦一个给你看啊，满不满意啊？擦了没有啊？这个才叫擦边，知不知道？好了，接下来我要擦边。我想你也不希望腰酸而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吧？你可以很强势的走到合作部门面前，给他提需求。注意，在过程当中，髋关节摆正，脚尖指向自己。这个东西怎么还没做好呀？快一点呀，马上就要上了呀！动作保持15到30秒钟的时间，好了之后，你可以换腿。你也可以很卑微的到设计面前跪好了，抓着腿。然后能不能帮我把脸 P 小一点点呀？头发稍微再帮我加2根，这对外宣传的形象很重要。保持15到30秒钟的时间，然后换腿。你也可以很妩媚的在 HR 办公室的门口反手抓着门框往外送腰，问我的年假还有几天，能不能请呀？就保持15到30秒钟的时间，左右都做3组就好了。最后，在一切都结束了之后，找一个无人的角落，将脚翘起，抓住门框，屁股往后送，去拉伸一下臀部，两侧都做，每一个动作保持15到30秒钟的时间。今天的内容你记住了吗？我从评论区里面选择了10条点赞数相对较高的评论，勉强选到了10条。那我直接开始，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的口头禅或者有停顿的思考，请大家见谅。第一条，运动能不能改善心理状态，从尸体变成比较健康的尸体？这个回答 yes and no， 适量的运动可以去改善你的心理状态，但是过量的运动反而有可能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加的低迷。所以在你决定是否要开始运动之前，你可以轻轻的，比如说出门散个步，然后骑一个自行车，看看在做了这些行为之后，自己的心理是否会更加的愉悦。你可以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去尝试，比如说瑜伽、普拉提入门级的这些动作，然后走走跑步机，然后走走椭圆仪，看一下锻炼完了之后自己的身体是否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因为有一些研究显示，特别是在有一些人做了，比如说一些切除了一些比如说甲状腺这些分泌激素的器官之后，当让他们去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疲劳的时候，情绪会变得更差。所以适度的运动可以去改善你的身体健康，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改善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话，个人建议，当你身体真的很累的时候，不妨休息也是一个很好的恢复方式。就比如我有一段时间比较低迷，那我就完全不锻炼，我就是休息去恢复，希望给到你帮助。那 Jason 知道自己的粉丝是什么成分吗？ Jason 生活里有接触过我们这样子的群体吗？那我非常清楚我的粉丝的构成是什么，然后在评论区和直播间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日常的工作以及之前的同学或者说周围的同事有大量这样子的群体，所以接触的也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想问一下第3个问题，想问一下面对人生选择时，比如找工作、买房，当初是否留美，这些大的选择，你最先考虑的3个因素是什么？最近迷茫期，希望多一些参考。那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 go with flow 的人，我一般不会做特别详细的计划。那在我做一些大的决定之前，我只思考2个事情。首先，一个，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决定，以及我是否可以承担起这个损失。那就以当初是否留美来说，我在直播间里面讲过，我是在入职前1周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突然起来，然后想回家，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说了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也列了这个 pro and con。那我在想，如果说我放弃了这个工作 offer， 我回到中国是否有更好的这个工作
工作的机会？那首先答案是是的。然后我会想，那万一我未来后悔了，我还想来这个去美国，那怎么办？那我想的就是首先这个我的个人能力和一些家庭的这个条件可以支持我未来去后悔这个决定，所以我自己可以支付得起这个失败的代价，那做选择就会变得简单很多。当然这个不是在凡尔赛，只是说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未来会不会对这个结果后悔，就算你后悔，你能不能承担起这一个代价。对。4想知道 Jason 看到逆天评论时的感受。其实还好，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你看到有人在 diss 你的视频，然后留一些很离谱的这个留言，但久而久之你自己就意识到了，在网上说话其实是没有成本的，那这些就会成为日常跟别人沟通时候的一些谈资。就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非常离谱的评论，然后我就会跟群友们去分享，对，然后我个人觉得放平心态吧，放平心态，因为你没办法取悦所有人，我只需要让喜欢我的人和我关心的人开心就好了。第5，你居然是癌人，怎么做到说话如此的流畅丝滑，完全是艺人的感觉？最好再多说一下出生年月星座和兴趣爱好。这个讲过几次。91年3月22，白羊座。然后兴趣爱好的话，摄影、发呆、遛狗、吃东西，然后睡觉。锻炼，虽然我是健身教练，但锻炼不是我的兴趣爱好。我是 INFP， 非常标准。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偏艺人的这个展示？这是因为职业需要，因为我是健身教练，那我需要我如果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如果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根本不会有客户去买我的课程或者来找我上课，我必须要主动出击。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去上了公众演讲的课，然后自己会对着镜子做一些练习。如果你看过我上班的话，你会发现我有一套非常标准的这个话术，就是为了就当我和客户没有话题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些标准的话术去逗客户笑。然后比如说这个拉伸腿的时候是否很痛，我会说我看到头了，这去逗一逗这个客户。如果你看到我上好几个客户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会反复出现一些相同的话术。那这个就是一些沟通技巧和不断的练习，让我自己看起来更加外向一点点。但下班回到家之后，我喜欢安安静静的宅着去恢复能量。对。第6，有没有脱单？那这个单身也不能说刚从上一段感情里面走出来，差不多1年的时间，也不能说走出来，应该是当下就提出分手的当下就已经走出来了。那只不过自己决定在最近的2到3年里面专心工作，不谈恋爱，因为觉得消耗蛮大的。就像前面说的，我是一个癌人，我习惯独自在家去恢复能量。第7 ，UP 跟我年龄差不多吧，蛮想问问 UP 主是喜欢偏向于自由自在追求自我人生，还是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慢慢的循规蹈矩？毕竟也30多岁了。那对于这一点，我会说我一直不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人。就好像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如果我是循规蹈矩，我应该要跟着我家里人的希望去读商科，但还好我的家里人也比较开明，支持了我这个选择。或者说他们不理解我这个选择，但他们觉得我是成熟的，我应该拿自己的主意，所以他们支持了我。那在 UP 的这一个年纪里面，周围有很多的人都已经结婚生子了。那我自己选择的就是，首先我要看我能不能对另一半负责，然后另外的话，我也希望去平衡工作和生活。我觉得在现阶段我没办法去接受生活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争吵，这个在最后一题里面我会提到。所以我就选择以工作为中心。这一点的话也是我的家里人没办法理解的，但在此我要再次的感谢我的家里人，虽然他们不理解我，但是他们默默的在后面支持我，也没有给到我特别多的这个压力。
第8，推荐喜欢的作品，可以说书或者动漫。这个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无聊的人。如果说看书的话，我一般只会看专业类的这个书籍，或者说摄影艺术类的这个书籍，因为我辅修的是摄影。然后动漫的话，民工3件套。火影忍者、海贼王和死神这3个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看，然后就一直在追。那最近看的一个应该是一人之下，对，不过美剧也看的比较老套，一般像老友记、The Big Bang Theory 那个生活大爆炸，然后 How I Met Your Mother 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实习医生格雷，以前初中看的那个 Heroes。我的习惯是，当我看到喜欢的剧或者喜欢的电影，我会一次一次反复的去观看。对。第9，想知道康复方面的就业怎么样？一般会在哪里就业？薪资待遇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这个问题其实浮动很大。康复方面的话，就业一般就是医院、养老、社区医院，然后按摩机构，然后中医馆等等的这些相关行业，或者健身房或者运动队等等。那薪资情况一般的话也要分，然后刚毕业的可能3000到6000之间不等，然后你的学历不一样，因为康复是一个入门门槛比较低的，你从专科就可以去考康复治疗士，然后本科康复治疗师，一般来说。专科的从业机会相对较少一点点，本科在一些1线城市的一些养老机构、一些私立机构以及2线城市的一些康复医院可能可以进得去。那通常来说，在1线和准1线城市，研究生学历的康复治疗，这个是一个准入门槛。对，然后 UP 主跟我年龄差不多吧。这个10题前面已经说过了，抱歉，我复制反了。那最后一题。同为 INFP， 想知道你的前任抱怨过你哪些问题，我可以规避。这个可就太多了。首先，那个我前任应该是这个什么 ESTJ 还是我忘了他的人格，反正好像是那个有领导能力的那个人格。我是一个完全不喜欢做计划的人，像我前面提到了，我是 go with flow， 我会做一个大方向，比如说我出去玩，那我知道1、2我要去这2个地方，但是我的 X 它就会 OK， 我的早上10点我要做这个，我的下午1点我要做这个，我会把行程排得非常满，完全的做好一个很完美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进行执行。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预计的。那这个我们之间就有很多的冲突。另外，我是一个生活习惯非常糟糕的人，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INFP 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在家里面可能没有非常的 organize， 我的东西会有点乱放。那这个也会，我的前任是一个需要把东西整理得非常好，家里要一尘不染的这个人，也会有非常大的这个矛盾。那还有一个 INFP 的这个典型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更多偏向一个倾听者。那我的 X 他需要有更多的沟通，需要2个人去讲更多。同时我们2个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我是 INFP， 那我从事一个比较外向的工作，我需要去跟客户沟通一整天。那么最后一件事情我想做得到家里就是说话。我已经讲了1天话了，我需要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去恢复能量。但我的 X 不一样，他是从事艺术类的设计师，那他一整天都是对着电脑，那一整天不说话，回到家里面他就想要跟别人说很多。那这2种状态在一起就会有非常多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跟X 最多的冲突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冲突，因为我觉得成年人双方都会刻意的去避免一些冲突，但是生活当中这一些小细节就非常难磨合。对，那10个问题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也希望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们之间互相的了解更多了。那下一期视频我会在5万和10万观众的时候，我再进行
一次这样子的问答，那也希望下一次的问答可以更多一点点，有更多的机会去跟大家做分享。在之后我应该每周晚上会在这个见不得人的时间上线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大家有任何关于专业类的问题，又或者说看到视频有一些不懂还是专业类的问题，或者其他想聊的内容，欢迎上线跟我聊天。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老样子，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不要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